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不知道德国怎么了，本周五，德国又发生了一起持刀捅人事件，而且也是无差别捅人，多人受伤，其中3人重伤。但这次不是男士，而是一位女士。另外呢，是德国人。大家知道，刚好1周前，也就是8月13日，周五，在德国科隆，也就是我住这个城市的附近，那个小城叫索林根，发生了一起叙利亚难民持刀捅人事件，造成了3人立即死亡，多人受伤。德国把它定性为恐怖袭击。现在全德国都在讨论，一个是收紧移民法，还有呢就是遣返难民等等问题。上个星期发生的3人死亡这个捅人事件，德国媒体呢第一次公布了凶手的移民背景，还有大头照。以前德国媒体对此呢总是守口如瓶的。本周五发生了性质相同的捅人事件，是否是有样学样呢？咱们不得而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本周五，也就是8月30日晚，一辆前往北威州席根市，很巧，也是北威州，而且也是科隆附近。你看我在科隆这附近，看来不是特别安全了。现在啊，在开往席根的公交车上，再次发生了持刀捅人事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8月30日，本周五，一辆前往北威州席根市的公交车上，很巧呀，北威州，我这里就是北威州，而且都在科隆附近。比如说那个索林根是科隆附近一个小城，这个席根呢也是科隆附近一个小城，大概可能离科隆有40-50公里吧。在开往席根的公交车上，一名32岁的德国妇女突然掏出她的刀，然后呢，在车上无差别的对车上的乘客捅啊捅啊，一共有6人受伤，3人生命垂危。今天，也就是8月31日，来自警方的消息称，持刀女子已被警方逮捕，并被送至拘留法官审判。据警方透露，3名轻伤者已经离开医院，受害者年龄在16到30岁之间，均来自席根地区。警方目前仍无法提供3名重伤者的健康状况，只知道他们仍在医院接受治疗。但是据德国图片报报道，这3人生命垂危。警方表示，这名持刀砍人的女子是名德国人，她行凶的动机呢不明，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什么政治啊或者是宗教动机。这名女子可能患有精神病，大家听这个词啊，可能患有精神病，并可能在犯案时呢受到毒品或酒精的影响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这名女子此前因毒品问题被警方所知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在警方那里留有案底。案发这辆公交车上呢，当时有大概40名乘客，其中包括青少年还有儿童。这辆公交车的目的地是席根，这些乘客呢，这次很巧也是去参加席根市800周年纪念日的一个城市节。那个在索林根发生的是650周年，这个城市纪念日还号称什么多元。看来今后呢，凡是有这种活动，我觉得最好不要参加。今天席根市城市节并未停止继续举行，因为警方称没有进一步危险。袭击事件发生后，超过30名乘客得到了紧急心理辅导和救援帮助。席根市的市长亲自到案发地点与现场的那些乘客呀，还有目击者呢进行交谈，并向急救人员还有其他相关人员表示感谢。朋友们呀，我已经多次强调了啊，在德国我真的没有安全感。比如说，我现在特别忌讳到人员密集的地方去。以前我举过例子，比如说我特别不喜欢去火车站这种地方。德国的火车站真的是太乱了，有多乱呢？任何人都可以进去，瘾君子、酗酒的、小偷等等。因为在德国啊，没有任何安检，不管是地铁还是火车站，都没有任何安检，就是说你是任何人都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去。在德国唯一有安检的地方就是机场，像在德国火车站真的谁都可以上去。所以呢，我真的特别没有安全感。
然后现在经过这2次这个持刀啊无差别捅人，让我对德国这样更没有信心了。以前我记得刚来德国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现在的德国啊真的越来越乱了。所以啊，我奉劝各位，比如说你想来德国旅游的、出差的，或者呢是在这里留学的，能够避开人群密集的地方一定要避开。比如说不要去什么啤酒节呀、狂欢节呀，尽可能的少去火车站。看来啊，自己买辆车应该是更好的一个选择。像我这样不买车，但是每次我出行的话，不是坐公交车啊，就是坐什么火车，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啊。好，经过这2次这事件之后，我要重新思考了，今后我出行该怎么办？德国的生活条件再好又怎么样？你命都没了，那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啊。另外，在德国，可能你们不可想象啊，德国枪支还有什么刀具都可以买得到，只要你想都可以买得到。比如说刀具在德国，它不用实名的，你就到商店里面，它有刀卖的话，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这刀用来干嘛？没人在乎，而且什么刀都可以买得到，还有枪支也可以买得到，而且在德国枪支是合法的，只不过要登记而已。比如说在一些农村地区可能比较常见一些，像南德地区那里的森林啊，还有那里的野兽可能更多，所以呢可能持枪的比例相对来说高一些。虽然我们从媒体没有听到很多持枪伤人的事件，但是还是有发生的。比如说不久前也是在德国啊，但是那次呢是在法兰克福，大概是10天还是2个礼拜之前，可能10天前吧，在法兰克福火车站站台上面发生了一起用枪打死另外一个人的事件。听说啊是2个有土耳其背景的人，可能是某种仇杀，并不是无差别的，是有预谋的啊。但是即使这样，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对吧？万一那个人他的枪法不是特别好，那他打偏了呢？那另外一个人不是无辜的被打死了吗？对吗？所以啊，在德国你看有持刀砍人的，有枪杀，还有这样那样的事件。刚才我说了啊，就是像这种刀具啊，可以匿名的去购买，谁都可以买得到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另外呢，枪也是可以买得到的，而且非常容易，就在网上就可以了。比如说在易贝啊，在亚马逊上，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支，甚至连弹药都有卖。比如说有那种相当于气枪一类之类的手枪啊，它既可以有塑料的，也有真正的钢的那种钢珠卖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试过这气枪？上周我在一个朋友家里，我就试过啊，出于好奇，他家里呢只有那个塑料的那种子弹，就是那种珠啊，塑料那种珠，大概可能有5毫米，也就是0.5公分直径。那个手枪的口径是0.6的，好像0.6公分，所以他买0.5的那个子弹。我打了啊，那种厚的纸壳，大概是3米那个距离，打过去，那个纸壳被打穿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像这种塑料的打人，它离你可能比如说2米3米，可能会打进他的肉里面去，或者打到他的眼睛，他眼睛马上就瞎了，对吧？而且如果是买那种钢珠的话，那打进去绝对是，我可以说，你看打什么地方，打进心脏是有可能的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打几发子弹进去，那就致命了。像这种啊，你都可以买得到，而且那是小型的，还有那个自动的所谓的那种步枪也可以买得到，可能不是真的步枪啊，但是呢是由德国一家很有名的军火商它生产的 Heckler and Koch， 这是一家德国军火商，特别有名而且老牌的军火工厂，它的名字。像它也出售这种
玩具枪，虽然是玩具枪啊，它的威力很大哦。刚才说了，如果是上那个钢珠进去的话，而且如果是自动的话，有自动有半自动的啊。如果自动的话，你可以连续发呀，那很容易打死人啊。所以我看到这个之后，我就感觉更不好了。另外，在德国啊，毒品也很容易搞到。刚才这个报道不就说了吗？这位女士可能是精神病，也可能是受了毒品的影响，就是说她吸毒了，可能有某种幻觉，或者她是喝了酒，酒醉了，反正不省人事了，很有可能就是吸了毒。因为德国啊，真的我自己都遇到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比如说你到夜店去啊，去 disco 去蹦迪啊，有的人会走过来，你别认为他是对你非常友好，他问你我这里啊有些东西很好，你想试试吗？不要钱的啊，他说的东西绝对是毒品，不要钱的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对吧？为什么他说不要钱呢？他是让你比如说尝一次尝两次，上瘾了之后戒不掉之后呢，自然而然你就会花钱向他买，对吧？也就是说前期他是对你投资，然后呢就回报了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在德国这种地方，我觉得在哪里都一样吧，凡是有人说免费给你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多一个心眼，没有人那么好，为什么人家免费，对吧？有什么理由吗？毒品真的很容易搞到。比如说我以前我也是朋友吧，跟他们在一起啊，在喝东西的时候，突然他们就吸毒了啊。然后他问我想是不是，我说不要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毒品，他们说是轻毒品也好，重毒品也好，很多人认为轻毒品没有问题，但是我是绝对不碰，是我的底线。我说你们想吸无所谓，这是你们的自由，但是呢，我绝对不会去碰它。真的，如果碰你就完了。所以呢，做人一定要有底线，要学会说不。这在哪里我觉得都一样啊，不要不好意思啊，认为人家好心的想请你尝一尝，然后你就拒绝了，觉得不够朋友，不够意思。我觉得这种呢，绝对不要做，不要为了这个面子啊。还有大家也知道了啊，在德国从今年4月1日开始，大麻合法化。大麻这现在已经是很多人大摇大摆的公然在公共场合吸了啊。比如说上次呢，我去斯图加特，在野外，在一个葡萄山上，也就是葡萄酒那种葡萄山，那个人他是骑山地车出去锻炼身体，然后呢，他在那里休息一下。我们呢刚好经过那个地方，就闻到一股很刺鼻的那种大麻的味道，然后一看，那个家伙呢正在吸啊，吞云吐雾，根本就现在不是不好意思了，因为现在合法了，所以他就大摇大摆的在吸了。唉，现在啊，真的西方啊，真的越来越走下坡路了。因为这个毒品呢，我认为呢是一个社会颓废的，怎么说呢，是一个标志吧。而我所见到的这个毒品这种现象啊，在美国，甚至呢比德国更严重。比如说，我多次呢去了那个纽约，还去了洛杉矶，对吧？还去了那个旧金山，特别是纽约还有洛杉矶啊，这两个城市哦，还有那个我忘记了，还有费城我也去了。这两三个城市啊，是我去过的毒品非常泛滥的地方。比如说在费城，我也那个拍摄过那个丧尸街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触目惊心啊！真的你不可想象那种人间炼狱的那种景象，活生生的呈现在你面前。那些人就是当街啊，那个他们的肌肉都烂了，就起那个蛆了，流脓了，然后呢，他有那个针头就往里面自己往里面扎，哎呦，那种场面，我第一次看到，特别特别惊悚。也是位女士，她那个伤口是在大腿的啊，
那伤口可以看得见，大概有一个小酒杯那么大，然后看得见那种黄黄的、白白那个脓啊，流脓了，他还往那旁边那个肌肉打，看着特别恶心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也是在费城的丧尸街看见，也是位女的啊，那个屁股都露出来了，有很多的伤口，有很多针头的那个样子。我就觉得啊，那这个人活在世界上还有任何的那个意义吗？对吗？从这面可以看到啊，号称的这种资本主义国家，不是说那个民主政府是为了人民的吗？可是给我的感觉就是，这些政府呢，他不想负责，他是让这些人自生自灭呀。而且像在德国这样，现在大麻也合法化了，是不是国家就是把这些人往火坑里推啊？反正我是这样的那个感觉。现在，因为这些人啊，一旦陷入进去，所谓的轻毒品就是大麻，可能到时呢已经不能满足他这个瘾了，然后他就想是更加强的东西，比如说冰毒啊，或者甚至芬太尼。前段时间我还看了德国媒体报道，就是芬太尼呢，现在在德国越来越受欢迎，就是大有德国美国化的现象，大家都向美国这个老大哥学习啊，好的坏的都学习。唉，所以啊，在这里待久了，特别是这几年，我越来越感觉到，而且通过这两起持刀无差别的砍人捅人事件，我觉得啊，在德国安全得不到保障，真的，我现在特别没有安全感。但是来德国是我的选择，而且我也回不去了，那怎么办？今后呢，就只能一个是尽量小心一点，如果要发生，那上帝的旨意只能这样，安慰自己。我刚才说了，我现在回不去中国了，就是长期的回不去了，因为上段时间我不是告诉大家了吗？我现在正在做那个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手续啊。中国领事馆他看了我所有准备的文件，就是我按照那个要求，因为领事馆或者大使馆他对这个恢复国籍有一个要求，要你提供哪些文件，我所有的文件都提供了。然后呢，那个领事馆他审查了文件之后，给我开具一个证明，说只要我能够提供放弃德国国籍或者取消德国国籍的那个证明，然后呢，可以马上给我这个中国身份。然后呢，我拿着这个证明，中方开的证明，到我们德国这边科隆的市民服务中心去。他们给我的回复是：对不起，德国呢不能给你开具，因为呢德国是允许有多重国籍的，也就是说德方这边的理由是我们德国允许你得到中国国籍啊，所以呢你就不必要放弃德国国籍了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开具放弃德国证明给你。因为呢，是为了避免无国籍的情况出现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不会出现无国籍的情况，因为我有中方给我的这个证明书。他们说，这只是一纸证明，你没有中国的护照，没有中国任何身份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给你开具。我收到德方这个电子邮件答复之后，立即呢把这个电子邮件转发给中方的领事机构，然后我告诉他们，德方呢不出具这个证明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目前中方给我的答复是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只允许一个国家的国籍。如果你要选择中国，那你首先得先放弃德国的。但是呢，德方又不给我开具证明，所以目前我就夹在中国还有德国他们两个官方机构之间，这种无解的情形啊。也就是说，中方要求的，德方不想提供，而德方要求中方的，中方也不给我提供，我也不知怎么办。所以啊，虽然我想重新申请恢复中国国籍，但是目前呢，看来我没有答案，怎么办呢？只能够过一天算一天了呗。目前看来啊，德国这个治安真的是越来越恶化。我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够是尽量小心又小心，对吧？而且如我所说啊，到现在为止
已经过去1周多了，德国人没有任何人走上街头去游行示威去抗议，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，也不像法国人那样齐心。法国很多时候呢是全国人上街去游行示威的，比如说罢工的时候，那个工会一号召，全德国他们的会员都会去上街。还有英国现在发生了骚乱动乱，对吧？也是很多很多的城市同时一起呢上街去游行示威。但是德国人通过这2战之后去男子气概、去德国化的教育，导致了德国人呢没有民族自豪感，没有担当，真的是啊。所以呢，德国人才会受那个政客的摆布呀，政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算也是给大家吐槽一下吧，同时呢，也给大家报道，就是德国呢，刚过了1周，又出现了持刀砍人事件，有3人重伤，而这次呢，是一个德国女人，女中豪杰啊，重伤了3人啊，一不小心可能会死人呢。朋友们，你们还敢来德国吗？我奉劝啊，所有在德国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看到咱们这期节目啊，也知道德国现在又发生了这样严重的砍人事件之后，你们去各种各样的场合一定要注意啊，尽量避免人员密集的地方，尽量避免，比如说火车站，尽量避免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因为公共交通工具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有谁，对吧？现在毒品那么泛滥，毒品那么容易搞到，而且有些毒品是容易致幻的，有幻觉，就是说他可能会感觉有人追杀他，那怎么办？在清楚的时候，他就会准备，比如说一些刀具啊，或者枪支啊等等带在身边，对吧？反正没有安检，所以他就可以上车、上火车、上公交车。如果你刚好在这辆车上，那如果是他发作了，该倒霉的是谁呀？很可能轮到你和我呢，对吧？这种概率可能要比6合彩的概率要高，所以今后呢，我得要小心一点。好吧，朋友们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希望大家留言啊。